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欢迎来到讲解云顶大马的第2集。在我们上一次聊跟定 Malaysia 时，其股价才因为收购 Empire Resort 而下滑，没想到才过半年左右，新冠疫情就开始大爆发，导致股价再一次面临历史性的大暴跌，直接滑落至2009年的价格。那跟定 Malaysia 在这2年间经历了什么变化呢？我们今天就来大概的聊一聊。跟定 Malaysia 因为主要的业务是旅游行业，所以也是受到新冠疫情伤害最深的其中之一吼。从 MCO 1.0 开始，云顶高原就直接连续关闭了3个月。之后虽然部分地区可以重开营业，不过也是在禁止跨州和限制人数之下运营，而且也伴随着时不时开关关的窘境，以至于公司连续7个季度都录得了净亏损。而为了降低运营和维护成本，跟定 Malaysia 采取了一连串的紧急措施，比如实施减薪、缩减人手、关闭或清盘亏损公司等等，以确保其核心业务的长期可持续性。就好像在英国的赌场，由于疫情的直接影响，已经关闭了4家赌场了。至于在美国的业务，管理层似乎对云顶美国的子公司跟定 Empire Resort 很有信心。虽然其业绩在大部分时间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公司还是选择不断的对其进行注资。在疫情期间，前后进行了高达15亿令吉的注资，以用作融资和运营资本，以及偿还其拖欠的债务等等。好在跟定 Empire Resort 也有点争气，在2021年的11月份成功获得美国纽约体育博彩平台的运营执照，相信不久的将来可以减少亏损，甚至有望转亏为盈。除了这则好消息，之前公司投资在美国的 Masbate Wanpanok 部落大约18亿令吉的巨额，也随着总统拜登在2021年初上位后，似乎有了减值回波的翻盘机会。想要了解 Masbate Wanpanok 事件的来龙去脉，可以观看回我早期制作的影片吼。再来就是在马来西亚的业务了，基本上除了一直开关外，就只有 Skyworld 户外主题公园的话题了。据最新的消息指出，跟定 Malaysia 的员工和指定客人在11月初时已经开始进行技术排练，应该在近期就会向公众开放，相信到时云顶高原又会有另一番情景了。那公司这2年发生的事情就先聊到这里，我们现在去看看公司最新的季度报表，看下公司到底亏损到什么程度了。跟定 Malaysia 在2021年第3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14亿1692万令吉下跌了41% 左右，至8亿2627万令吉，净亏损则从去年的7亿0464万令吉下降了59%，至2亿8925万令吉。营业额的下滑主要是因为在马来西亚的云顶大马业务的收入大减所致。这是因为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云顶大马根据政府的封锁指令，在6月1日起暂时关闭，直到9月29日为止，所以这第3季度可以说是几乎完全没有营业的。不过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位于英国和埃及的业务，以及美国和巴哈马的业务，都可以以限制化游客人数来经营，因此这季度的业绩才不至于太过糟糕。至于净亏损的减少，主要是因为税收获得减免和其他收入增加所致。除此以外，在去年因为英国赌场执照和资产以及 Resort World Bimini 资产相关的高达1亿8000万令吉的减值亏损，在这季度已经停止了。还有就是云顶大马的联营公司跟定 Empire Resort 在6月起获得全面放宽后，其业绩已经开始从亏损中继续收窄，所以这季度的净亏损才得以减少。只不过，由于销售成本和其他费用的下跌幅度不如营业额，以及其财务费用也进一步恶化，所以这季度仍然保持在亏损的状态。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9个月前稍微上涨了 6.68% 至301亿4739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到，公司的非流动资产似乎保持不变的，主要的变化来自于流动资产中的现金和其现金等价物，比9个月前高出了87% 左右。咦，不是说公司近期一直在亏钱吗？怎么现金突然多出这么多了？继续看下去应该就会有所发现了。
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就比9个月前上涨了23%左右，至170亿2038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留意到，公司的长期贷款比起9个月前是直接飙升了1个位数，是接近130亿令吉的。这就可以解释到之前看到为何公司的现金增加的原因。只不过撇开长期贷款这一项目，公司的其他负债，如贸易和其他应付款、短期贷款和拖欠其他公司的账，也都是处于减少的状况，勉强算是在可接受范围吧。那目前公司还剩多少老本呢？这方面可以看看股东权益这部分，公司的储备金还有剩下128亿令吉左右。虽然比起9个月前是减少了一点，不过要消化完的话，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现在公司的大部分业务也重新恢复营业了，所以不需要太过于担心的。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同季增加了5%，至4亿2217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在扣除了非现金项目后，公司的 Operating Activity 现金流是处于流出状态的，再加上其他项目的现金流全部都处于流出状态，所以毫无疑问，公司确实是一直在亏钱。除此以外 ，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就由流出转为流入，比去年同季加多了103%左右的现金流入，至2056万令吉。从表中可以发现，公司从出售子公司获得了1比4亿多令吉的资金。这子公司 PLM Properties 在英国伦敦拥有这一间酒店和住宅公寓。公司也在这季度减少了购置固定资产和联营公司的投资，所以 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由负数转为正数了。至于公司刚在10月11日再度注资6亿2500万令吉，帮助跟定 Empire Resorts 还债这一举动，相信应该会出现在下个季报中。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也是跟 Investing Activities 的一样，由流出转为流入，比去年同季大涨了约237%左右的现金流入，至24亿9481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到，公司在偿还贷款和赎回了中期债券中流出了大量的现金。不过由于大量的举债和减少股息派发，所以其现金流从去年同季的流出变为这季度的流入了。在看完了跟定 Malaysia 的整个季度报表后，可以发现公司的亏损真的蛮严重的，而且贷款也增加了不少，确实是不太好的现象。另外，如果拿公司在疫情前跟现在对比的话，其老本也是少了很多。因为除了近期业绩一直亏损以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公司在亏损惨重期间仍然继续派息。所以其实公司对股东也不算太差啦，毕竟没有多少家公司可以在亏损时能够坚持派发股息的。不过好在跟定 Malaysia 在马来西亚已经扎根多年，是本地人引以为傲的旅游胜地之一，而且很多投资者也相信一旦疫情结束，就是其业绩转亏为盈的时刻，所以也默默支撑着公司的股价，以至于其股价可以长期维持在2令吉以上。以目前的情形来看，公司大部分的业务都重新运营了，加上云顶高原的 Skyworld 户外主题公园差不多也要开张了，还有美国的跟定 Empire Resorts 也获得了新的博彩平台运营执照，所以只要疫情逐渐好转和没有再度恶化，相信很快就会雨过天晴了。现在可以做的也只有耐心等待了。好啦，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